那你家的猫会让你摸一摸之后突然咬你一下？会，它会爽到然后咬。我有被我们家猫咬过脸。Oh my god！ 就是我们家，我会但是生气了。我这个才是被我们家猫咬的啊！因为前几天我就是在喂它吃那个肉泥蛮大的，不是肉泥，就是那种冻干，然后它就太爽了，然后因为我的手指上就沾到那个味道，结果它整个是它以为我的手只是冻干，你知道吗？它就用撕的。有我的猫有时候也会这样咬一下，但它不是故意的，可它不会用力。你为什么咬你脸的哪里？我的手是它太饿了。那它咬你脸的哪里？脸就是鼻子啊。它咬过我的嘴边肉。哦，真的哦，气死我了。那它很懂吃哎。我们可以讨论说我们今天晚上吃哪？蛮懂吃的。嘴边肉切啊，它会咬到你的干脸。对，干脸。干脸是这里吧？我一直说到底是多懂？多懂吃的这只猫，咬干脸应该是一个恐怖的社会事件吧？好恐怖哦！你在吃什么？厚厚的干脸。好恶！哦莫，不行，小姐你要帮我们带回来。我们怎么会？我在哪里？哦，那你们的猫会闻你们的头皮吗？会，会这样搓，一直搓。好奇怪哦！它是一直闻我的拖鞋，可能喜欢臭臭鼻吧。可能你有些猫会这样。你的腿是臭的吗？没有，就多少会流汗嘛，它就很喜欢闻我的拖鞋。你知道原味袜子可以卖钱吗？我好像不想做这门生意。确定话题有被带回来吗？有啊。哦。你话题怎么会有被带回来？可以卖血，小姐好像放弃了。好，那里面讲，那你们相不相信仪式这件事情？什么？哦，结婚仪式，因为在里面黑白纸的部分不是在教我相信仪式，在那边讨论仪式。我相信仪式，因为我每次到外面住，就拍戏或什么的，我到饭店房间，有时候我就是会烧圣木。我也就是对我来讲，那个是就是我讲身心灵，就是那个可能照顾的是我的心跟灵。就它虽然在 physical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，有可能有未来的科学，对，所以我相信仪式。我会烧圣木，有的时候强烈一点我会烧鼠尾草。鼠对，鼠尾草比较强。对，会不会就净化空间啦？哦，对，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像在做菜的味道？鼠尾草比较像狐臭味啊，真的哦，因为它味道比较重，就是远闻，就是当我们在现场闻会比较。你不是应该要烧香一点的东西吗？可是因为那个才有那个净化能力才比较强。但我们刚刚讲的是剧里面的对于婚姻的仪式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也是一个仪式啊？没有，因为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也是个仪式，就是你的心里面愿不愿意接受它有一个重要性，以及它在。你有发现你很容易搞错重点？没有，我讲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肉眼看不到它的效益，可是搞不好在你肉眼无法解读的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，它其实达成了一个东西。五维空间，五维，够了，大家都好 Q 哦。真的，我一直相信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不是相不相信仪式，只要你在仪式当中获得开心跟被祝福的感觉就好了。你只是借由这个仪式，把你身边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聚在一起，进行集体催眠。这一对好恩爱啊！大家鼓掌哦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婚礼也是，葬礼也是，它是一个，就是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，我们到底在悲伤什么，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无形的事情，对。然后可是我们用了一个很有形的东西去把它加成，我们的开心加成，或者是我们的悲伤减半，就是我们需要透过仪式去做这件事情。悲伤减半，继灵魂的刻痕之后，会明年耶。没有，因为像是做期，就是那时候不是会找人来念经吗？没有，我真认真的，因为他刚刚讲丧礼啊。你是不是有个别名叫阴声？什么意思？阴的声音吗？好，没有继续做期。不是，像做期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？为什么要念这个东西？为什么要请这个法师或者做什么这些事情？可是或者折那个莲花，可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在慢慢的接受这个事实。是啊，所以他可能也有小八讲，就是你慢慢去接受它，慢慢把这个悲伤给稀释掉。
所以仪式应该是要有完成这一个东西的一个过程。那你们会去结婚吗？办结婚仪式吗？我以前很讨厌，我以前觉得那是一张纸，然后那是一个商业活动，欺骗消费者的东西。但现在保险给付人呢，你可以给谁啊？没有，但现在我会，那你可以去登记就好，不一定要办仪式。你先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啊，你们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你看，你都不懂规矩啊。有人帮你出头了，你讲。但我现在会想要办一场婚礼，然后是心目中想要的样子的，然后邀请所有我觉得想邀请的人。你要去海岛还是去？对。如果真的要办现阶段你会选哪？我觉得能够巴厘岛以上就很不错。什么叫巴厘岛以上？不是以北哦，我们这个层次不能这样讲，是那个花费以上。不是，巴厘岛以上是说，如果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场域，然后是舒服的，然后是可以有好吃的东西的，然后气候又因为其实巴厘岛在夏天的时候是吹的是南风，是欧洲冬天的风吹上来，就是凉凉的。只要有那个条件以上的地方，我都 OK。那就巴厘岛啊。它以上就包含最低是巴厘岛。对，你也很 OK， 你也可以在家里开冷气，开26度就好。然后把那个循环扇打开，吹东风，凉凉的。重点是温度，重点是温度跟风。需要有草你很怕热，我知道。对。有什么草？巴厘岛还有那棕榈树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可以烧鼠尾草。鸡蛋花。也要烧鼠尾草吗？我可以帮你负责去烧那些东西。这样子可以。好，我没有参加就好，我不用帮忙。你有没有想办婚礼？我不排斥，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欲望了。你可不可以直接一点，不要排斥，什么不排斥？我会，如果要我如果真的要，我会做这件事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想做，所以我如果真的要，也就是说，当你面对婚礼，然后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要，对我就会迫不得已。那如果可以选择不要，我不管怎样，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办2次。我希望我要结婚的。你希望你要结婚？因为这是一个 to do list， 就是结过婚，再来就是离过婚，没有啦，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个美好感在的。我还是相信那个童话里的故事。我真的不久前是很讨厌这一件事的。那你现在怎么会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这边变得比较感性。对。因为演完 Q18 之后，对人生有很大的。你可以去翻找以前我上节目任何访问，我都说我觉得那就是一张纸。那你有去参加过任何的婚礼然后哭吗？有，我妹的我也会哭。仪式还是一定会感动啊。对啊。有你看到你的朋友结婚，你会觉得哇，他好像当下很幸福，然后你会觉得替他开心、感动，然后就哭了。然后结果回到日常，然后回到日常你又看到那些 after party 的人，就是醉的醉，吐的吐，倒在那边，就觉得没有，你看到那个不应该觉得婚礼不好吧？你应该说喝酒不好吧？对吧？一定要清醒，人间清醒对啊，怎么会是觉得婚礼不好啊？有道理。对啊，这是酒的问题。那小八要不要？对啊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是那种去参加婚礼一定会哭，就不管是我跟这个人熟不熟，即便不熟，我也很容易哭啊。所以你想哭，你就随便去参加一个人的婚礼，随便参加路边找一个。我想哭，我去厕所我就哭了。没有，你可以去经典的，因为经典开很多天啊。你看每一天都在门口里面。你就说新娘的朋友，新娘的朋友。没有在这边，这边门口那边哭一下。没有这边没有 feel 到下一个。哭出来。释放。对啊。不错啊，这个感觉不错。我很喜欢参加婚礼，然后我觉得那种。那你喜欢包红包吗？你现在是有另外一半的吗？我喜欢包红包。对。你是有另外一半的吗？我现在没有要讨论这件事情。我们为什么会讨论到这边来？因为我想要问说，如果就是对方要求你的，但是你不想要的话，那我就跟对方讨论啊。就会讨论，我现在不太想要，一定会有一个共识吧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回到主题。怎么可以你要？你们在那个仪式，就是仪式上面不是
永恒之戒就那就不要啊，一个不要一个要，所以后面有出了车祸。那如果那个东西为什么一个要一个不要，你为什么不能答应人家要？啊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说娜当下为什么不能去迁就一下？那问娜娜可是因为他那个是他那个戴，因为他戴上去，他就觉得婚姻就变假的了，就本来是他本来就是真的，为什么要怕戴上去会变假？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娜应该是那个他不够通透，踹供啊，不够通透，不够通透，还是不够自信。爱就是爱，没有真的假的。对啊，所以到底是谁没有自信啊？娜娜，是妈妈没自信，还是佳佳？他怕他打不赢那个虚拟的啊，他没有自信啊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娜娜生气的点是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的感情有信心到需要用永恒戒指来帮忙？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下一集大家就会发现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鲁佳佳在就我饰演那个角色，她在某一个心里，她还是对于娜娜，因为她之前有交过男朋友这件事情，她觉得她的敌人很多，我觉得啦。她的敌人是全世界啊，就是如果娜娜她是男女都可以的话，所以觉得那个就会知道这件事。我觉得他有某一种这个心情在压在他的最底层，以至于他会去跟神父说：“我可以接受这个永恒之戒。”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也是觉得他比较没自信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他，我是你。对，因为他就是没自信，他才会把那个戒指的部分说靠上去啦，对靠上去就要 OK。而且因为他会觉得娜娜她就是在荧光幕前的人，然后她是属于所有人的，她是所有人的偶像。那其实佳佳也一直去想要成全这件事情，但是在成全这件事情的背后，其实佳佳也需要一个很强的心脏去支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把他的太太亲手交到所有人的面前，然后让所有人爱他。对，这个应该说中很多艺人的心声。哎呀，来了，你说艺人的另一所半有艺人的副驾驶座，哎，对，副驾座请站起来。没有啊，副驾，进副驾，进副驾。